当鼎盛集团半年度高管评选大会的电子屏上，林记和温芷的票数死死咬在4-4平时，整个会议室静得能听见落地窗外3环路上的车流声。11位董事会成员的目光齐刷刷投向长桌主位，等着那个人投出最后一票。按照公司章程，总裁在评局时拥有1票决定权。林记靠在椅背上，右手食指轻轻敲着桌面上的述职报告，封面烫金的智能生态事业部3年规划几个字在射灯下泛着冷光。他今天穿了一套藏青色的西装裙，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整个人像一柄收鞘的刀。这个位置他做了6年，从最初带着3个人的小组死磕智能家居底层协议开始，到如今管着集团 60% 的现金流业务，每一寸地板都浸着他的加班夜和出差里程。他用余光扫了一眼斜对面的温芷，温芷今天穿的是香槟色的香奈儿套装，长发披肩，正低着头抿嘴笑，像是已经知道了什么。林记的心往下沉了半寸，但他很快稳住了，怎么可能呢？今天的议题是评选集团执行副总裁，分管核心业务线。他林记的述职数据摆在那里，全年营收27亿，同比增长 38%， 市场份额从第3月居第1，团队零核心流失。而温芷去年才从品牌公关部副总监的位置上被破格提拔，满打满算在业务线待了不到8个月，带的最大的项目是一个智能家居体验店的巡回活动， ROI 到现在还没算清楚。他不可能输。各位，顾衍周的声音响起来，低沉平稳，和他做任何重大决策时一样。两边的述职我都认真听了，数据也都看了。林总这6年的成绩有目共睹，鼎盛的江山有一半是他打下来的。林记的手指停住了，他太了解顾衍周了，这个男人说话的习惯是先扬后抑，前面的表扬越重，后面的转折就越狠。果然，但是顾衍周顿了顿，目光从林记脸上一掠而过，最终落在温芷身上。我们现在要选的是一个能带领鼎盛走下一个5年的人。下一个5年，智能生态的战场已经从硬件参数转向用户体验和品牌心智。温芷总提出的情感化场景战略，我个人认为更契合鼎盛未来的方向。能力上，温芷更契合。这句话像一根针，不粗，但精准地扎进了会议室里每一个人的耳膜。几位董事面面相觑，坐在林记左手边的 CFO 老袁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脸色极其复杂。林记没有动，他的表情甚至没有任何变化，嘴角还维持着述职时那个不卑不亢的弧度，仿佛刚才听到的只是一句无关痛痒的客套话。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胸腔里有什么东西正在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碎成一地锐利的渣子。所以我这一票投给温芷。顾衍周说完，把面前的表决器推向前方。电子屏上的数字跳了一下，温芷5票，林记4票。我宣布，鼎盛集团新一任执行副总裁为温芷女士。林总继续担任高级副总裁，配合温总做好业务交接。会议室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温芷站起来，向董事们微微鞠躬，脸颊上浮起一层恰到好处的红晕，像是害羞，又像是矜持。他转过来对林记伸出了手，林姐，以后请多指教。林记看着那只手，指甲涂着裸粉色的甲油，手指纤细白嫩，没有一丁点加班熬夜的痕迹。他忽然觉得有点好笑，在一个靠硬核技术和渠道壁垒吃饭的行业里，一个连 BTB 和 BTC 都分不清的人，现在要来指教他了。他站起来，没有握那只手，只是拿起自己的述职报告，冲温芷点了点头，恭喜。然后他转向董事会，语速不快不慢，感谢各位这些年的信任，我尊重大会的决议，也服从公司的安排。交接工作我会在1周内整理完毕。说完，他拎起包，踩着7厘米的高跟鞋走出了会议室。鞋跟敲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又脆又稳，像是某种从容的鼓点。电梯门合上的瞬间，林记靠在电梯壁上，闭了闭眼。
手机震了一下，是老袁发来的微信，林总，这事我是真没想到。老顾他没回，直接锁了屏。电梯降到地下车库，他坐进自己那辆白色的特斯拉 Model S， 没急着点火，而是从包里翻出另一部手机，一部从来没有连过公司 Wi-Fi 的黑色 iPhone。通讯录里只有一个联系人，备注明是 K。他拨了过去。喂，韩征。林记的声音和刚才在会议室里判若两人，疲惫里裹着一丝冷厉的清醒。你说的是，我答应了。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然后韩征的声音传过来，带着一种压抑的兴奋。你在哪？我来接你。不用接。林记发动车子，屏幕亮起的蓝光映在他眼底，冷得像冰。今晚10点，老地方。你带合同来。另外，替我约一下法务和人力，有些事情我要今晚就处理。挂了电话，他没有马上走，而是翻到了相册里一张3个小时前拍的照片，顾衍舟和温芷在地下车库 C 区电梯口的画面。温芷的手搭在顾衍舟的胳膊上，顾衍舟低头对他说着什么，那个角度恰好能看清2个人嘴角的笑意。这张照片是一个信得过的同事顺手拍给他的，本来是想提醒他提防温芷背后搞小动作，没想到现在倒成了他做决策的最后一块砝码。林记把照片拖进一个命名为备用的加密文件夹，然后踩下电门，车子无声地滑出车位，驶入北京初秋的夜色里。3个月前他就有预感了。顾衍舟开始频繁地缺席事业部的周会，以前他雷打不动会来旁听，哪怕出差也会接入视频。但今年春节之后，他来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有一次，林记去他办公室汇报智能家居产业园的拿地方案，撞见温芷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着2杯红酒，瓶身还凝着水珠，明显刚从酒柜里拿出来。他当时没有多想，或者说他刻意没有多想。顾衍舟是他的大学学长，2个人从一间30平的民房开始创业，一起吃过泡面，一起熬过资金链断裂的寒冬。他以为他们之间有一种不需要言说的默契，那种默契叫共进退。但后来事情越来越不对。温芷的部门在没有任何公开竞聘的情况下拿到了集团年度品牌预算的大头。顾衍舟在管理层会议上不止一次提到品牌年轻化，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林记的团队打法太传统，甚至有2个他一手带起来的大客户被要求配合集团品牌战略，向温芷的团队开放对接权限。林记不是没察觉，但他始终觉得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顾衍舟不至于在核心业务上犯糊涂。毕竟鼎盛是他们一起打下来的江山，他能糊涂到哪里去？事实证明，他还是高估了男人。车子上了机场高速，往北5环外的一处私人会所开去。路上经过鼎盛大厦的时候，林记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栋灯火通明的大楼。23层的玻璃幕墙倒映着城市的霓虹，他办公室的窗户还亮着灯，大概是助理在帮他收拾东西。6年，从0到27亿，他把一个女人最好的职业黄金期全部砸进了这栋楼里，换来的是一句能力不够契合。林记忽然笑了一下，笑得眼眶发酸，但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他妈从小就教他，女人可以输，但不能输得难看。哭可以，但要回家关上门再哭。不过今天，他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晚上10点整，林记推开会所包间的门，韩征已经到了，面前摆着2份文件，一杯没动过的美式咖啡。他是凌风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比林记大3岁，2个人是清华自动化系的同门师兄妹。凌风这几年在智能安防和物联网平台领域做得风生水起，和鼎盛一直是直接竞品关系。3个月前，韩征就找过他，开出的条件是联合创始人加 12% 的股权，外加独立的业务决策权。当时林记拒绝了，理由是还没到那一步。现在到了，我这边法务团队已经看过了，条款没问题，但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冷静一下。
韩征把合同推到他面前，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几秒。你脸色很差。我很冷静。林记坐下来，从包里拿出签字笔，翻到最后一页，在乙方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笔锋利落的像是才纸刀划过。我今天在41个人面前被人当众打了脸，你觉得我还能不冷静？韩征没接话，只是把那杯没动过的咖啡推给他，喝了。林记端起来灌了一大口，苦味从舌尖直冲天灵盖，但他觉得痛快。他从包里又抽出一份文件，是自己打印的，厚厚一叠，这是我能带出来的所有东西，不涉及竞业限制和商业秘密，每一页我都让律师确认过了。核心的就几样，我的个人研究成果，包括4年计划3代架构的底层算法框架，这个在入职鼎盛之前我就有原始手稿和实验记录，申请了著作权保护，时间戳都在。另外是我的个人客户资源清单，300多个核心客户里有将近一半是我个人关系维系的，这些客户和我签过个人品牌咨询服务协议，不存在带走公司资产的问题。韩征翻了几页，越看眼睛越亮，你这些准备不是今天才开始做的吧？林记没否认，1个月前我做了全套的区块链存证和公证，今天下午大会之前，我已经让人把我办公室里的个人物品和纸质笔记全部打包寄回家了。韩征放下文件，认真地看着他，你早猜到顾衍周会选温纸？猜到了，但不敢信。林记把玩着手里的签字笔，笔帽开合的咔嗒声在安静的包间里格外清晰，所以我做了最坏的打算。韩师兄，你知道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不是聪明，不是努力，是永远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顿了顿，补了一句，还有，永远让对手以为自己赢了。韩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举起手里的咖啡杯，碰了碰他的杯子，欢迎入伙，林总。林记和他碰了一下，没喝，而是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远处夜色中模糊的山脊线，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喂，老周，还没睡吧？结果你也知道了。我这边有个打算，你听听看。老周大名叫周宇，是智能生态事业部的技术总监，跟了林记5年，2个人联手把鼎盛从一个做智能插座的小厂干成了行业龙头。他是那种话不多但心里门清的技术大牛，林记给他的每一条产品路线判断几乎没有出过错。我跟你说3件事，林记的声音平静的像是在做一次普通的项目复盘。第一，我今晚刚刚签了凌峰的联合创始人协议，下周1正式入职。第二，凌峰会在下周宣布成立智慧空间事业部，由我全权负责，预算无上限，方向直接对标鼎盛的4年计划。第三，这个事业部的 CTO 位置我给你留着，股票期权和薪酬包比鼎盛高 40%， 你有1周时间考虑。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10秒钟，然后老周的声音传来，带着一丝苦笑，林总，您这是给我考虑的机会吗？您今天下午那事一出，部里那帮孩子已经在群里炸锅了，好几个说要跟着您走。小陈直接在群里说，温芷上个月来事业部调研的时候连 API 和 SDK 都分不清，让他带队，4年计划铁定完蛋。告诉他们别冲动，等我安排。林记的嘴角终于浮起一丝真正的笑意，但很快就收住了。老周，丑话说在前头，跟我走不是没有风险。鼎盛一定会启动竞业限制诉讼，虽然我已经让律师评估过，正规流程走下来他们赢面不大，但折腾是免不了的。你想好？不用想了。老周的声音忽然硬了起来，林总，我这个人没什么别的本事，就是认准了的事不回头。当年我从华为出来跟着您干，看重的就是您对技术方向的判断力。今天大会上那一出，不是您输了，是顾衍周瞎了。挂了电话，林记在窗边站了很久。韩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桌上留了一张便签，写着合同我带走备份，明天公司法务会联系你。好好睡一觉，后面的事我来安排。征。他捏着那张便签，忽然觉得眼眶又开始发酸。
但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那股酸涩硬生生压了回去。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当天夜里，林记回到家之后没有睡觉，而是坐在书房的电脑前，开始给300多个核心客户写邮件。这些客户是他花了6年时间一个一个啃下来的，从最初在展会上递名片被拒绝，到后来对方主动打电话来谈战略合作，中间熬过多少次夜，喝过多少杯酒，飞过多少趟红眼航班，只有他自己知道。邮件的内容大同小异，但每一封他都根据对方的行业和性格做了微调，核心信息只有3条。第一，他因为个人发展原因即将离开鼎盛，感谢多年的支持。第二，他下一站将加入凌峰科技，负责智慧空间业务，期待未来有更深度的合作。第三，短期内鼎盛的对接人将会变更，如有任何历史遗留问题需要他本人协助解决的，可以直接联系他的个人邮箱。这封邮件的遣词造句他斟酌了很久，既要体面，又要传递信号，还不能被鼎盛的法务抓到任何诱导客户转移的实锤把柄。他请的律师给他定了一条红线，不能建议客户解除或变更与鼎盛的现有合同，不能使用任何诋毁鼎盛的措辞，不能承诺任何不正当利益。剩下的，客户自己心里有杆秤。邮件群发出去的时候，已经是凌晨4点半。窗外的天边泛起一层蟹壳青，小区里有晨跑的人已经出门了。林记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走到浴室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眼底一片乌青，但眼神亮得惊人。他换了身运动服，下楼跑了5公里，回来冲了个澡，给自己煮了一杯黑咖啡，然后坐在餐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写辞职信。辞职信的正文只有2行字：顾总，感谢6年来鼎盛提供的平台与机会，因个人职业规划原因，现正式提出辞职，望批准。祝愿鼎盛未来蒸蒸日上。林记。措辞公事公办到近乎冷漠，连请您保重这种客套话都省了。他点击发送之前又看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情绪化的表达，然后按下了回车键。发完邮件，他看了一眼手机，老袁凌晨1点多发了好几条微信过来，大意是大会之后他和几个董事私下通了气，有2个投了温纸的董事其实是顾衍周提前打过招呼的，有一个董事当场就对结果表示了不满，但被顾衍周用战略需要4个字压了下去。老袁最后一条消息是，林总，后面你有什么打算？需要老哥哥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林记想了想，回了一句，袁哥，谢了，我自有安排，以后有机会请你喝茶。他没有告诉老袁自己要去凌峰，不是因为不信任，而是因为老袁还在鼎盛任职，他不想给他惹麻烦。成年人之间的情分，有时候不是看你说了什么，而是看你不说什么。7点半，他准时出门，开车去鼎盛大厦。这是他最后一次以鼎盛高级副总裁的身份踏进这栋楼。前台小姑娘看到他，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林总早。早。林记冲他点了点头，刷卡进闸机，乘电梯上23楼。一出电梯，他就感觉气氛不对。走廊里有好几个同事在交头接耳，看到他过来，立刻散开了，眼神躲闪，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林记没有在意，径直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有人。他推开门，看见温芷正坐在他的办公椅上，翻着他桌上的一份文件。旁边站着2个总裁办的人，手里拿着几个空的纸箱，表情尴尬。林姐，这么早就来了呀？温芷看到他，不但没有站起来，反而往椅背上靠了靠，翘起了2郎腿，笑得人畜无害。顾总让我今天就开始熟悉业务，我就想着先来看看您这边的资料。这些是给您收拾个人物品用的箱子，总裁办的人帮您准备好了。林记站在门口，目光从温芷脸上缓缓移到那2个纸箱上，又移回温芷脸上。他忽然笑了，笑得云淡风轻。温总，有件事你可能不太清楚。林记走过去，从桌上拿起那份被翻动的文件，抽回自己手里，
这份文件的每一页都有我的个人著作权声明，你未经我许可翻阅并拍照留存的话，严格来说是侵权的。不过没关系，我今天不是来追究这个的。他把文件放进自己的包里，然后转向那2个总裁办的人，麻烦你们把箱子拿出去，我不需要。我的私人物品昨天已经全部取走了，这间办公室里的东西，从电脑到文具，都是公司的，我一概不动。这是钥匙，这是门禁卡，这是公司的公务手机。他把3样东西整齐地放在空荡荡的桌面上，交接清单我已经发到了人力部门，你们可以让 IT 来核查设备，少一样我10倍赔偿。2个总裁办的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嗫嚅着说，林总，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们不是那个意思，你们只是奉命行事。林记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替我给顾总带句话，辞职信我已经发到他邮箱了，按照合同，我提前30天通知，但30天太久了，对谁都不好看。我建议今天办完离职手续，我即刻生效，违约金的账单寄给我就行。温芷的脸色终于变了变，他大概没想到林记会走得这么干脆，这么体面，连一丁点可供人嚼舌根的狼狈都没有留下。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找回场子，但对上林记那双平静到近乎漠然的眼睛时，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林记再没有多看他一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几个事业部的员工不知道什么时候聚了过来，站在消防通道口，一个个红着眼眶看着他。小陈挤在最前面，怀里抱着一盆绿萝，那是林记办公桌上唯一养活的植物，昨天林记让助理带走的时候被小陈要了去。林总，小陈的声音有点抖，您这就走了？林记停下脚步，看着这些跟他一起加班，一起通宵，一起拿下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年轻人。他想说点什么煽情的话，但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了2个字，稳住。然后他笑了一下，伸手摸了摸小陈怀里那盆绿萝的叶子，帮我把花养好。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林记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压抑着的哭声，紧接着是好几个人七嘴八舌的声音，林总走了我们怎么办？温芷那个花瓶懂个屁，我要辞职。他没有回头，不是不想，是不能。他怕自己一回头，那些忍了一路的眼泪就会决堤。楼下，韩征的黑色迈巴赫已经等在门口了。韩征亲自开车，副驾上放着一杯热拿铁和一个牛皮纸袋。林记拉开车门坐进去，韩征把拿铁递给他，手续办完了。办完了。林记接过咖啡喝了一口，温度刚好，奶泡绵密。你怎么知道我喝拿铁？你读研的时候就喝拿铁，不加糖。韩征发动车子，嘴角微微上扬，走吧，带你去看看你的新办公室。比鼎盛的大1倍，落地窗朝南，阳光好。团队的人下午到，老周带着8个核心骨干集体递了辞呈。鼎盛的人力总监现在应该在顾衍洲办公室里哭。林记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忽然问了一句，韩师兄，你说我今天做的体面吗？韩征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非常体面。那就好。林记闭上了眼睛，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我妈说的对，女人可以输，但不能输得难看。车窗外的北京城在晨光中缓缓醒来，车流、人流、高楼和天桥交织成一幅巨大的城市画卷。林记知道，属于他的战争从今天才真正开始，而他绝不会再输。接下来的半个月，鼎盛集团内部发生的变故，用雪崩来形容都不为过。林记离职后的第3天，技术总监周宇带着8名核心骨干集体辞职，其中包括4年计划的2个系统架构师和3个高级算法工程师。人力资源部的总监在顾衍洲的办公室里急得团团转，手里拿着一沓辞呈，声音都在发抖。顾总，这9个人全部签了竞业限制协议，但林总那边的律师函也到了，人家说了，竞业限制补偿金请按合同约定的 30% 的月工资标准按月足额发放，少1分钱就起诉。
而且人家走的都是正规离职流程，该交接的交接，该签字的签字，我们想告都没地方下嘴。顾衍周坐在办公桌后面，脸色铁青。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塞满了烟头，桌上的咖啡从早上放到现在，一口没动。他怎么也没想到，林记走得这么绝，不是情绪化的摔门而去，而是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一样，每一个齿轮都提前咬合好了，时间一到，整台机器直接搬走，连一颗螺丝钉都没给他剩下。法务那边怎么说？顾衍周的声音沙哑。法务说，打官司的赢面不大。人力资源总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林总带走的所有资料都做了提前公证，技术上属于个人知识产权。客户资源那一块更麻烦，他那300多个客户的个人品牌咨询协议是去年就陆续签的，当时法务审过合同，确认不违反竞业条款，我们才盖章的。法务那边的原话是，林记在合规方面做得滴水不漏，像是早就准备好了。顾衍周猛地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火星四溅。他想起半个月前，林记在辞职信里那2行公事公办的字，冷漠的像是给陌生人的通知。他当时还以为他只是在闹情绪，过几天冷静下来，他会亲自去找他谈。他甚至想过给他放个长假，让他回来做联席 CEO， 当然是在温芷的配合之下。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真的走，更没有想过他走的时候会把整座大厦的承重墙一起拆走。温芷呢？顾衍周揉了揉太阳穴，让他来我办公室。10分钟后，温芷推门进来，穿着一身米白色的职业套装，妆容精致，但眼底带着一丝不安。他显然已经听到了风声，进门就先开口，顾总，技术部辞职的事我听说了，我觉得这未必是坏事。4年计划那些老班底思维太固化了，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引入新鲜血液。我在行业里认识好几个很厉害的团队。你认识的那些团队，知道物联网底层协议和 ZB 跟 Matter 协议的区别吗？顾衍周打断他，语气里第一次带上了火气。温芷愣了一下，随即脸色涨红。顾总，技术细节是技术人员的事，我作为执行副总裁，要管的是大方向和资源整合。那大方向你来告诉我。顾衍周把一沓报表拍在桌上，林记离职的消息传出去不到10天，我们在华南的3个核心代理商已经发了函，要求重新谈判年度返点政策，理由是主要对接人变更导致合作信心不足。华东那边更狠，2个最大的地产客户直接暂停了智能家居钱庄项目的推进，说等局势明朗再做决定。这些都是林记一手签下来的客户，你的人能不能对接上？温芷的嘴唇动了动，半晌挤出一句，我可以亲自去跑一趟。你亲自去？顾衍周盯着他看了3秒钟，忽然觉得很疲惫。他不是不知道温芷的能力边界，他做品牌公关是好手，懂传播，懂包装，懂怎么在聚光灯下笑得好看。但做业务，尤其是做智能生态这种重技术、重渠道、重长期信任的弊端业务，他那套根本行不通。他之所以在大会上力排众议把他推上去，一半是因为那些不可言说的私人原因，另一半是他天真的以为，只要把林记留在副手的位置上做执行，温芷只管大方向和对外形象，这个组合也能运转起来。他忘了林记是什么样的人，他是那种可以被对手打趴下，但绝不会被自己人当垫脚石的性格。温芷踩着他的肩膀上位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可能留。当天下午，顾衍周主持召开了一场紧急高管会议。会议室里稀稀拉拉坐了不到一半的人，有好几个总监级别的人要么请了病假，要么正在外面跑客户，电话打过去不是在通话中就是无人接听。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气氛，像是一根绷到了极限的橡皮筋，随时会断。会议上，温芷拿出了一套被他称为涅槃计划的业务重组方案，核心思路是砍掉林记之前主导的几个长周期研发项目，把资源集中到见效快的智能单品上，同时加大品牌投放，用营销声量对冲渠道动荡。我不同意。
率先开枪的是 CFO 老袁，他推了推眼镜，语气平静但寸步不让。4年计划已经投入了将近4个亿的研发费用，3代架构的核心模块完成了 80%， 预计明年 Q2 就能量产。现在砍掉4个亿直接打水漂，财报上怎么写？投资人那边怎么交代？鼎盛上个季度刚做完 C 轮融资，对赌协议里白纸黑字写着明年营收要达到60亿，你把最大的增长引擎砍了，60亿从哪来？温芷的脸色微微发白，袁总，我不是要砍掉4年计划，而是调整优先级。林总之前的路线太激进，想在底层协议上做全站自研，这个周期太长了，我们可以先拿第三方的成熟方案来做集成。那鼎盛和贴牌厂有什么区别？说话的是硬件研发部的老许，头发花白，在电子行业干了20多年，脾气又硬又倔。林总当初定全站自研路线的时候，是为了绕开国外那几个专利流氓，这个战略方向当时是董事会全票通过的。温总您现在一句话就要推翻？温芷被噎得说不出话，求助地看向顾衍周。顾衍周按了按眉心，开口压住了场面，涅槃计划的细节今天不展开讨论，各部门先把手上的工作稳住。散会。会议室里的人陆续散去，顾衍周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盯着墙上那张鼎盛集团组织架构图发呆。林记的名字已经被抠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温芷的名字贴在上面，纸片还没粘牢，一角已经翘了起来。他忽然想起5年前的那个深夜，鼎盛的第1款智能门锁量产前夜，固件出了严重的安全漏洞，林记带着团队在深圳的代工厂里蹲了3天3夜，困了就趴在产线旁边的纸箱上眯一会儿，饿了就啃面包喝红牛。最后一天凌晨3点，漏洞修复完毕，他给他打了个电话，声音哑得几乎说不出话，但语气里全是如释重负的欢喜。顾衍周，我们搞定了。那时候他握着电话，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辈子他绝不会辜负这个女人。时间是一把最锋利的刀，他不会一下子砍断什么，而是一刀一刀的削，削到你不知不觉间面目全非。鼎盛的颓势比所有人预想的来得更快。林记入职凌峰科技1个月后，凌峰正式发布了纪云智慧空间平台，整个产品矩阵的架构设计直接对标鼎盛的4年计划，但在3个关键指标上做了显著提升。多协议兼容性提升了 40%， 边缘计算节点的响应延迟降低了30%，开发者平台的 API 接口数量翻了1倍。更重要的是，纪云平台从发布第1天起就支持 Matter 2.0 协议，而鼎盛的4年计划因为温芷的优先级调整， Matter 兼容模块的开发至少滞后了4个月。行业里不是傻子，谁的技术路线更前瞻，看一眼就知道。林记在发布会上穿着一件剪裁利落的黑西装，站在巨幅屏幕前做技术演示，逻辑清晰，数据扎实，每一句问答都精准到位，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在业务一线厮杀多年才能淬炼出来的笃定。台下坐着的300多位行业客户和媒体记者里，至少有1/3是他在鼎盛时期的熟人。发布会结束后，有记者追着他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林总，您现在做的纪云平台和鼎盛的4年计划高度重合，这算不算对老东家的正面挑战？林记笑了笑，对着镜头说了一句话，市场永远会给更好的产品投票，这不叫挑战，这叫规律。这段采访当天晚上就在智能家居行业的微信群里传疯了。老袁悄悄截了图发给林记，附了一句，顾衍周看了这个采访，在办公室里砸了一个杯子。林记看了一眼，没回，把手机扣在桌上，继续和团队讨论下一版固件的迭代方案。而鼎盛那边情况在持续恶化，温芷主导的涅槃计划推进的一塌糊涂，他砍掉了4年计划的3个核心研发小组，把预算挪去签了一个当红流量明星做品牌代言人，又砸了2000万在一档综艺节目里做了冠名。短期内确实刷了一波存在感，百度的品牌指数涨了10几个点，
温芷在管理层会议上把数据甩出来的时候，满脸得意，觉得自己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但品牌声量不等于订单。华南的3个核心代理商在尝试和温芷团队对接了2个月之后，发来了一封联名函，措辞客气，但态度强硬。鉴于鼎盛新的商务团队在技术理解、需求响应和客情维护方面的表现远低于此前水准，3家代理商决定暂停鼎盛全线产品的采购，观望期不少于6个月。这封联名函的落款日期，恰好是林记在深圳见了这3家代理商负责人的第2天。紧接着，华东最大的地产客户融创地产正式通知鼎盛，原定明年 Q1 交付的12个精装楼盘智能家居前装项目，转由凌风科技承接。理由很简单，凌风的技云平台在多协议兼容性和物业管理系统对接方面，给了一套更完整的解决方案，而且报价还比鼎盛低了5个点。5个点放在12个楼盘、3万多套房子的体量上，意味着鼎盛直接丢了将近2个亿的订单。消息传回鼎盛总部的时候，顾衍周正在和几个投资人开电话会议。CFO 老袁推门进来，脸色灰白，把融创的邮件打印件放在他面前。顾衍周扫了一眼，握着电话的手骤然收紧，指节发白。电话那头的投资人还在催问他 Q4 的业绩预期，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强撑着把会议开完。挂了电话之后，他把那封邮件拿起来，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然后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那张 A4 纸揉成了一团。老袁，他的声音低得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说他是不是一直在等这一天？老袁没有回答，他知道顾衍周说的他是谁。他只是把另一份文件放在了桌上，是人事部刚刚送来的月度离职统计。过去30天，鼎盛中层以上的核心员工走了17个人，其中有12个去了凌风，9个是林记亲自带过的兵。鼎盛大厦23楼的灯光在入冬之后开始变得稀疏。晚上8、9点钟，以前灯火通明的技术研发楼层只剩零星几扇窗户亮着灯，加班的人越来越少，摸鱼的人越来越多。茶水间里流传的八卦，从温芷今天又穿了什么牌子的衣服，变成了听说凌风那边发年终奖了，最少都是6个月起。顾衍周把这些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越来越无力。他试过亲自下场抓业务，但离开了6年，一线市场的变化早就不是他当年打天下时的那个样子了。他飞去深圳见代理商，对方客气的请他吃了顿饭，席间接了个电话，挂断之后笑着对他说，不好意思顾总，刚才林总来电话确认了一下明年框架协议的事，我们林总现在是凌风的联合创始人，以后有机会咱们可以3家一起合作吗？那语气自然的像是跟林记通电话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而顾衍周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老熟人。顾衍周那天晚上在深圳的酒店里一个人喝了半瓶白酒，对着窗户外面灯火辉煌的深南大道，忽然觉得这座城市陌生的可怕。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温芷。春节前2周，顾衍周无意中在温芷的 iPad 上看到了一条微信消息，是从一个他没听说过的投资机构的人发来的，内容是，温总，您上次带来的智能空间项目 BP 我们内部过了，方向不错，但股权结构需要调整，建议您以个人身份重新注册主体，避开鼎盛的竞业条款。他往上翻了翻聊天记录，越看心越凉。温芷从去年11月开始，就在私下接触外部投资机构，试图把他之前在鼎盛经手的情感化场景品牌项目独立出来，成立一家新公司自己干。而在他的 BP 里，赫然写着核心团队来自鼎盛集团，拥有丰富的行业资源与客户关系，他还没离职，就已经在拿鼎盛的牌子给自己铺路了。顾衍周把 iPad 放回原处，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了整整1夜，烟一根接一根的抽，烟灰落了满桌。天快亮的时候，他站起来去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眼眶凹陷，胡茬青黑，像是瞬间老了10岁。他想起林记在大会上被他当众否定之后，安安静静的签了离职，交了门卡，
连一张纸都没有多拿的样子。他想起他走的时候，温芷坐在他的办公椅上翘着腿笑。他想起老袁在董事会上说的那句，林记把鼎盛当孩子养，你倒好，直接把养孩子的人撵走了。他以为温芷只是能力不够，他可以慢慢带。他没想到，从头到尾，他只是温芷攀爬路上的一根绳索，他踩着它够到了更高的枝头，转头就要松手。春节假期结束后，温芷的辞职信躺在了顾衍周的邮箱里，措辞倒是很体面，感谢顾总的信任与培养，因个人职业规划原因，现正式提出辞职。和林记那封辞职信几乎一模一样。顾衍周批了，一个字都没多说。他把温芷的离职手续压缩在3天之内全部办完，快得连人力资源部都觉得反常。温芷走的那天，鼎盛的股价跌到了上市以来的最低点。公司内部流传着一段不知道是谁偷拍的视频，温芷抱着一个纸箱子从鼎盛大厦出来，在门口打了一辆网约车，上车之前回头看了一眼大楼，脸上没有任何留恋的表情。视频被人发到了陌陌上，配文只有一句话，又一个把鼎盛当跳板的人走了。真正把鼎盛当家的人，半年前就被赶走了。这条动态收获了3000多个赞，评论区里全是行业里的知情人士在补充细节，越说越热闹，直接把鼎盛高管跳船顶上了当天的职场热榜。顾衍周的助理小心翼翼地问他需不需要公关部介入删帖，他摆了摆手，说不用了。他比谁都清楚，鼎盛的问题不在舆论上，在一个又一个空掉的工位里，在一通又一通打不通的客户电话里，在那间他亲手把林记赶出去的会议室里。3月中旬，鼎盛发布了年度财报，营收同比下滑 41%， 净利润由盈转亏，亏损额高达 5.8 个亿。4年计划因为核心团队流失和方向反复调整，量产时间从 Q2 推迟到了 Q4， 而竞争对手凌风的纪云平台已经完成了第2代迭代，市场占有率从去年同期的 7% 飙升到了 26%。 财报发布会上，有分析师直接问顾衍周，鼎盛是否考虑过出售业务线来缓解资金压力。顾衍周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在发布会结束后给董事会发了一封邮件，请求召开紧急会议。在董事会上，他第一次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决策失误，没有找任何借口，没有提温芷，没有说那些弯弯绕绕的战略术语。他只是说，当初我把关键一票投错了人，这个责任我来担。但现在鼎盛需要的不是追责，是自救。我建议不惜一切代价请林记回来。会议室里安静了许久，最后老袁摘下眼镜擦了擦，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顾总，您觉得不惜一切代价这5个字，在您和鼎盛这里还值几分钱？顾衍周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看着桌上那份亏损 5.8 个亿的财报，指节攥得发白。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把手机通讯录翻到林记的名字，盯着那串号码看了很久。他记得这个号码是他帮他选的，尾号是他的生日1023。他们一起创业那年，公司刚搬进第1间像样的办公室，他送了他一部新手机，说你是鼎盛的联合创始人，得有个像样的号码。那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他深吸了一口气，按下了拨号键。电话响了1声、2声、3声，被挂断了。他不死心，又拨了一次。这一次电话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林记的声音，平静清晰，客气的像在接一个普通的商务来电。喂，顾总，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顾衍周握紧手机，声音干涩的像是砂纸摩擦。林记，你回来吧，条件你开。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然后他听到林记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不高，但每一个音节都像一根细针，精准地扎在他心口最柔软的地方。顾总，林记的声音不疾不徐，你之前说温芷的能力更契合鼎盛的未来，那你现在打这个电话，是不是说明你当初的判断错了？顾衍周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林记没有等他回答，他的语气依然平静，平静的近乎残忍。我这边还有一个会要开，没时间叙旧。以后有什么事，请走官方渠道联系凌峰科技的商务部。再见，顾总。电话挂断了，忙音在顾衍舟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某种宣判的余音。他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着屏幕上那个尾号1023的号码，手指悬在重拨键上，停顿了很久，最终没有按下去。他点进了微信，想给林记发一条消息，却发现他的朋友圈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对他变成了一条横线。他把聊天记录往上翻，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半年前大会结束那天下午，他发的，今天的事别多想，后续安排我会跟你沟通。林记没有回复那条消息，他当时没在意，以为他在赌气，过2天就好了。现在他才知道，那条没有被回复的消息，就是他给他的最后答案。从那一天起，他就已经决定不再跟他说一个字了。窗外的北京城已经彻底沉入了夜色，3环路上的车尾灯汇成一条红色的河，川流不息，永远向前，从不为任何人停留。顾衍舟站在23楼的落地窗前，看着这座他曾经以为自己征服了的城市，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倒影那么小，那么轻。4个月后，鼎盛集团因为资金链断裂，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消息传出那天，行业里虽然早有预期，但舆论依然炸了锅。各大财经媒体和科技自媒体铺天盖地的发稿，标题大同小异，6年独角兽轰然倒塌，谁杀死了鼎盛？从估值100亿到破产重整，鼎盛做错了什么？独家深度，一个关键投票引发的雪崩。8月14号，鼎盛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在朝阳区的一家酒店宴会厅召开。酒店是债权人选的，中规中矩的商务型，宴会厅不大，摆了7、8排椅子，最前面是一张长条桌，留给破产管理人和各方代表。空调开得很足，但空气里还是弥漫着一种焦躁的热气，来的人太多，椅子不够坐，后面站了好几排人，有银行的人，有供应商，有还没拿到遣散费的员工，还有一些闻风而来的媒体记者挤在门口。顾衍舟到得早，坐在角落里，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领口的扣子没系，露出锁骨上方一道明显的凹陷。他瘦了很多，原本合身的衬衫现在空荡荡的挂在身上，脸上的轮廓变得又硬又薄，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只有眼神还算平静，但那不是淡定，而是一种被抽空了所有挣扎力气之后的麻木。会议开始前，破产管理人宣读了一份债务清单。鼎盛的资产总额大概还有12个亿，但债务总额高达34亿，严重资不抵债。最大的债权方是3家银行，加起来将近20个亿的贷款，其次是被拖欠了大半年货款的供应商，还有一些买了鼎盛智能家居产品的消费者的预付款退款。老袁坐在第2排，面无表情地听着，手里转着一支笔，转速越来越快。他是为数不多还留在鼎盛的高管，不是不想走，是实在走不掉。鼎盛欠着投资人那么多钱，总得有人留下来面对。破产管理人念完清单之后，现场进入自由发言环节。一个做 PCB 板材的供应商第一个站起来，嗓门大的整个宴会厅都在震。我就问一句，鼎盛拖欠我们800万的货款到底能不能还？我们厂子几十号工人等着发工资，顾总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顾衍舟站起来，向那个供应商鞠了一躬，90度，额头几乎碰到膝盖。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用全身的力气完成一个仪式。等他直起身来的时候，眼眶已经红了，但硬撑着没有失态。对不起，是我顾衍舟经营不善，连累了大家。鼎盛会尽全力清盘偿债，我个人名下所有的资产，房子、车、股票，已经全部交给破产管理人处置了。我知道这远远不够，但我能拿出来的只有这些了。宴会厅里安静了一瞬，然后嘈杂声更大了，有人在骂，有人在叹气，
有人站起来要走。破产管理人连敲了好几下法锤，才勉强维持住秩序。就在这时，门口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几个记者模样的年轻人同时举起了手机，快门声噼里啪啦响成一片，紧接着人群自动向两边让开了一条路。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宴会厅门口，是林记。他今天穿了一件浅灰色的薄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色的真丝衬衫，领口别了一枚极简的银色胸针，阔腿裤配低跟皮鞋，整个人干练又松弛，和半年前离开鼎盛时的凌厉紧绷判若两人。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韩征，西装革履，面带微笑，另一个是一位穿着深蓝色职业套装，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女性，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林记的目光在宴会厅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角落里站着的顾衍周身上。两个人的视线在半空中碰了一下，像两块打火时撞出的火花，短暂、锐利，然后各自移开。林记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径直走到长条桌前，在债权人代表的席位上坐了下来。那位戴金丝眼镜的年轻女性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沓文件，整齐地摆在他面前。破产管理人显然事先已经收到了通知，清了清嗓子，向全场宣布：各位，今天的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关于鼎盛集团重整投资方案的审议。向管理人提交重整意向的是凌峰科技集团。他顿了一下，目光投向林记，下面请凌峰科技的代表发言。林记站了起来，拿起面前的话筒。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稳稳地落在宴会厅里，清清楚楚。各位债权人，各位鼎盛的同事，我是林记，凌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智慧空间事业部 CEO。今天我代表凌峰科技向破产管理人正式提交鼎盛集团的重整投资方案。宴会厅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知道林记是谁，所有人都知道他和鼎盛之间那段众所周知的过往，但没有人想到他会以这种方式重新出现在这里。林记翻开面前的文件，语气专业而从容，像是在做一场普通的商业汇报。凌峰科技计划以17亿元现金收购鼎盛集团核心资产，包括4年计划全部知识产权、智能生态事业部的完整团队、全国代理商网络以及鼎盛品牌的永久使用权。收购完成后，鼎盛品牌将作为凌峰科技旗下独立子品牌继续运营，现有债务由凌峰科技在收购价款范围内按法定顺序清偿。同时，凌峰承诺保留鼎盛现有员工中 70% 以上的岗位，优先安置一线技术人员和基层员工。他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那些债权人紧绷的脸，语气里多了一丝温度。我知道在座的很多人这半年过得很不容易，鼎盛欠你们的钱，凌峰来还。我不敢说能全额覆盖，但按照我们目前测算的清偿比例，普通债权的受偿率不会低于 42%。 这个数字我不敢说让所有人满意，但它是我以及凌峰科技能够拿出的最大诚意。话音落下，宴会厅里安静了整整3秒钟，然后爆发出了一阵杂乱的议论声。那个刚才还在骂顾衍周的供应商站了起来，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挤出一句：林总，您说的 42% 是真的？是真的，写在方案里，有法律效力。林记看着他，语气平静：李总，我们认识快5年了，你知道我这个人说话算数。那个供应商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林记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张了张嘴，没再说什么，慢慢坐下了，眼眶有点红。破产管理人宣布休会15分钟，让各方审阅方案细节。人群散开之后，林记走到窗边接了个电话，是公司那边打来确认下午签约流程的。他背对着宴会厅，窗外的阳光打在他侧脸上，轮廓干净利落。林记，他听到身后传来那个曾经无比熟悉的声音，现在沙哑的几乎分辨不出来。他挂了电话，转过身，看到顾衍周站在2步之外。他比刚才隔得远时看起来更憔悴，眼底全是血丝，嘴角因为干燥而裂了几个小口子，
衬衫的袖口有一块洗不掉的咖啡渍。顾总。林记微微点了点头，礼貌而疏离。顾衍周张了张嘴，像是有一肚子话堵在喉咙里，但最后只说了一句：这个方案，谢谢你。林记看着他，目光平静如深潭，不用谢我。凌风收购鼎盛是商业决策，不是慈善。4年计划的技术底子还在，鼎盛的渠道网络还有价值，这笔买卖凌风不亏。我知道。顾衍周的嘴角扯了一下，笑容苦涩，但你本可以不来的。这种事你派个副总来就够了。林记没有接这句话，他看着眼前这个男人，曾经意气风发的鼎盛总裁，当年在行业峰会上能让整个会场安静下来听他讲行业趋势的人，如今站在他面前，头发白了一半，背也微微驼了，眼神里曾经那股锐利的不可一世的锋芒已经被这大半年的挫败磨得一点不剩。他以为自己会感到某种报复的快意，但真的站在这里看着他的时候，他心里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平静，像是终于看完了一部拖了很久的烂尾电影，谈不上愤怒，也谈不上惋惜，只是觉得，哦，原来结局就是这样。顾衍周，他开口，声音低的只有2个人能听见，语气里没有了之前那种公事公办的客气，反而多了一丝真实的温度，但那温度不是旧情，而是一个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居高临下的坦然。你还记得那天在大会上，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的那句话吗？顾衍周的肩膀猛地绷紧了。他当然记得，每一个字都记得。你说温芷的能力更契合。林记说这话的时候，嘴角甚至微微扬了一下，不是嘲讽，而是真的觉得有些荒谬。现在你回头看看，你觉得他那 0.1% 的股份，比起我今天给你的 42% 的清偿率，谁更契合？顾衍周的喉咙滚动了一下，垂下眼睛，声音艰涩，我从来不缺这一句你。林记的声音依然很轻，但每个字都精准地命中靶心。我缺的是那天大会上你应该给我的公平，既然你没给，那我就自己拿回来，用我自己的方式。他说完这句话，恰好破产管理人敲了法锤，宣布复会。他转过身，走回长条桌前，脊背挺直，步履从容，高跟鞋敲在地面上的声音依旧又脆又稳，和半年前他离开鼎盛大厦时一模一样。只是这一次，他不是离开，而是归来。接下来的流程走得很快，债权人投票表决，凌风的重整方案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签约环节，破产管理人把2份协议分别摆在顾衍周和林记面前。顾衍周拿起笔，手抖了一下，在签名处顿了一笔小小的墨字，然后用力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林记签得很快，笔迹流畅利落，签完之后将协议递给身后的助手，然后站起来向顾衍周伸出了手。他的手指修长干练，没有戴戒指，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和半年前温芷那只涂着裸粉色甲油的手形成了某种跨越时间的对照。顾总，合作愉快。林记微微一笑，这个笑容和半年前他在大会上听到那句能力更契合时维持住的微笑，在外人看来几乎没有区别。但顾衍周知道，这2次微笑之间隔着一整个崩塌又重建的世界。他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温热干燥，握力恰到好处，不轻不重，不多不少，恰好是一个胜利者对一个失败者的体面的居高临下的宽容。那只手在半年前他亲手把他推下深渊的时候曾经向他伸过一次，他没有接。现在他重新伸出来，不是为了被他握住，而是为了让他知道他已经不需要他了。恭喜你。顾衍周的声音沙哑。林记松开手，收回目光，转身走向宴会厅的大门。韩征在门口等他，2个人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并肩消失在走廊尽头的光线里，影子被拉得很长，最后和门外的阳光融成了一片。顾衍周还站在长条桌前，手里攥着那份签了他名字的重整协议，纸张的边缘被他捏出了褶皱。阳光透过宴会厅的落地窗打在他身上，明晃晃的，可他只觉得冷。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林记在深圳代工厂的纸箱上睡着的时候，他给他披了一件外套。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了他一眼，然后嘟囔了一句我就知道你会来，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那时候他信任他，就像信任冬天里一定会来的暖气，天黑后一定会亮的灯。是他亲手把那盏灯灭了。老袁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他旁边，把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看了一眼门口的方向，又看了一眼失魂落魄的顾衍周，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拍了拍他的肩膀，也走了。宴会厅里的人渐渐散尽，破产管理人的工作人员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和名牌。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把鼎盛集团的桌牌取下来，随手扔进了一个纸箱里，发出沉闷的一声响。顾衍周弯腰把那个桌牌从纸箱里捡了出来，用袖子擦了擦上面不存在的灰，端端正正地放在桌上，然后转身走出了宴会厅。外面阳光很好，北京的8月，天蓝的像是被水洗过一样，路边的槐树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蝉鸣聒噪。他站在酒店门口，眯着眼看了一会儿天空，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点开通讯录，找到那个尾号1023的号码。他的拇指悬在删除键上，停了很久。街上的车流从他面前呼啸而过，带起一阵裹着热气的风。蝉鸣一浪高过一浪，像是在替这个城市发出某种不知疲倦的呐喊。他的拇指终于按了下去，屏幕上弹出一个确认框，确定要删除联系人林记吗？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锁屏，放回了口袋。没有删，也没有拨出去。他沿着人行道慢慢地往东走，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背影又薄又轻，像一张被揉皱了又被随手丢弃的纸，在8月的热风里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最后融进了这座城市汹涌的人潮里，再也分辨不出来。而城市另一头，林记坐在韩征的副驾驶上，车窗半降，风吹着他的头发。韩征把车开上了4环路，车载音响里放着一首老歌，旋律懒洋洋的。他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嘴角挂着笑，刚才你跟他说话的时候，我在门口看着。你那个表情，怎么说呢？特别像一个外科医生在给病人下死亡通知，专业、冷静，不带任何个人情绪。林记笑了一下，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是不是有点太狠了？不狠。韩征摇了摇头，他欠你的。林记没有回答，他闭着眼，感受着风吹在脸上的温度，脑子里过了一遍这大半年发生的一切，大会上的投票，他签下零封协议那晚的月亮，老周带着团队集体辞职时的决绝，纪云平台发布会上的掌声，融创那笔2个亿的订单，以及今天顾衍周在他面前低下头颅的那个瞬间。他曾经以为复仇是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是咬牙切齿的报复，是让对方跪在自己脚下痛哭流涕的爽。但真的走到了这一步，他发现真正高级的复仇不是让对方痛苦，而是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强大到当年那个不公正的选择，在如今的你面前，已经渺小的只剩下荒谬。